我曾舜晞尾款付没付？他呀，其实啊，有的时候我真的是啊，就是怎么说呢？我那天啊，其实我说句实话，我跟他要200块钱那个东西啊，就是真是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。我真的没想跟他要啊，没想说跟他要。他现在也挺难，朋友们，你们可能对他这个不太了解。我作为他朋友啊，他现在就是挺难，真的。具体什么事儿难啊，我就不说了。有朋友说帮帮他，不是说帮的问题，不是说帮的问题。对，我是外人，使不上劲儿。所以呢，那天跟他要200块钱，我从那天开始啊，就开始内疚啊，真的是内疚，真的。我一直在琢磨的就是，我琢磨的就是那个，等他明天过生日的时候，我把这个钱转给他。我等明天过生日的时候，我把这200块钱转给他，也祝他生日快乐。当然也不可能有什么尾款了啊，他能就是给我转200啊。我跟你讲是那天怎么事啊？正常哈，他能给我转200已经真的是挺客气了，因为那天是当时你们那么多人在他看的，给他架在那儿了。他那天就纯被你们架在那儿了，你知道吗？包括一些就是几方人都在关注这件事儿。当时是因为那个《迦南传》刚播了，人显得就是当时说200块钱这个要不转的话，显得你男一号，所以有点抠搜的，可能就是觉得这个气也不大气。当时就是被你们架在那儿了，所以说转了200啊。他就转了200，就是从那天转完200那个红包完后，他就是我俩那个微信对话框在，你就琢磨，你细琢磨这个微妙的一个感觉。有人说那你还收，就是人家钱。首先呢，我想是这样的啊，朋友们，是这么一回事儿，就你们也是打工人，我也是在打工，我们都是打工人。你在你单位干活，比如说你加班加2个点，你老板上你旁边给你兜里揣200块钱，你当时你说你要不要？我们就是换位思考，将心比心。你当时在这个带着你公司加班加2个点，你老板上去嘎给你兜里揣200块钱，说你吃点好吃的啊，辛苦了。你要不要？你告诉我。有朋友说不要，有朋友说不要，我嫌少。所以你这个人就是我跟你讲，你这样式啊，我跟你讲，你这样式在这个社会上生存，你就叫4个字：不识抬举。你老板给你200块钱都给你揣兜里，告诉你吃口好的，你告诉我不要，走开，你给太少了。你老板不给一个大嘴巴，告诉你去领工资走吧，你去找多的地方干，是不是？你别在那吹，你得要。所以当时就是200块钱揣到我兜里，你说我要不要？我也是人，对不对？你也是人。你别说你明哥说人这个人好像是有点这个受不了，我200块钱揣你兜里你也得要，对不对？谁不要钱揣兜里？你说我也没说干一些不好的事，我说挣这200块钱，我就名正言顺，我付出我的劳动力，我做的都是好事。挣200块钱怎么了？不过分吧，对吧？所以没有说那你还要，我肯定得要啊，对吧？刚有朋友说不要，给的太少了，我心里也这么想的呀，给太少了呀，我也觉得他给的少啊，但是不要白不要嘛，有就行啊，你对不对？你别到时候你的200都没有了，工作都没了，那你刚才还内疚，我刚才就是内疚啊，就是该内疚是内疚的事儿，该内疚还是内疚，但是钱该收还是得收，就这个东西你想不明白吗？比如说你今天你说你感觉你自己特别的胖，你说你，哎，我今天我要减肥，不能再吃了，结果晚上你又造了3碗大米饭。你内不内疚？对于我来说，如果我说我最近要减肥，然后呢，但是我说的减肥，但造了3碗大米饭，我内不内疚？我一样内疚。但是我造没造？我还是造了呀，我还是哐哐的就吃了呀，对吧？那就是这么回事。你该吃是得吃，该内疚还是得内疚，对吧？它不冲突。人生的有些道理你得明白啊。这个人就喜欢什么呢？把一些你们好像是能给你们绕晕的东西呢，就用生活的方式给你们形容一下，你就听明白了，对吧？这200块钱呢，咱也不说是200块钱聊了1周，我的妈！200块钱对吧？就是该收是得收，但后期涨不涨价，那是我这面我自己会有一个自己的衡量啊。但是200块钱就怎么说呢？就是一个起步价。我说起步价，可能很多朋友不了解，就是你打出租车，你上车是不是就有个起步价？有的地方是5块，有的地方是10块，有的地方是8块啊。我这个地方宣传剧起步价就是200，你明白吗？咱这也是跟出租车是一样的。你们也别说贵了，你到不到？你宣传到没到200个那个地方？你到没到？你起步价是5块钱，你到没到5块钱那个计价那个点儿，你也得给5块啊，不过分啊。当然上不封顶的，比如说你上车是5块钱是起步价，但是你从那个上海开到东北啊，那你是超过5块钱，你是40多万，你这后面得付，对吧？但是就跟出租车一样的，咱现在就起步是200啊，后面你说再宣传，那就是后面的钱了啊，起步价200啊，就是咱这地方啊，这2天呢，朋友们，我最近在录音呢啊，就是给那个剧配音嘛，配的呢，我这个人就是你明哥就你脑袋里总有些天马行空的想法，也不算天马行空啊。我这2天配的音呢，我就又想了一件事，我想干的事儿，就是以后啊，我可以接
真的，我不是说我配的好啊，我不是说我配的好，只是说我想，我配的不好，但是我想，比如说哪个艺人演完戏了，他不想自己配，你找我刘宇宁，我去帮你配音去。我真的想接点这样的活啊！我在第一是什么呢？第一，在我配音的过程当中，我能练习，我能去练这个台词，包括去练这个东西这个东西的一个，就是我一定在这个不断的工作，把它当做我一个工作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一定会进步。当我在进步的同时，我又能再赚一份钱。我免费嘛，天下没有免费的 OST， 也没有免费的配音，啊，是不是？我觉得是可以的。因为我当时这两天在配音嘛，我就问那个老师，我说，因为配音会有配音导演在那儿，就是配音老师告诉你说，帮你把控一个尺度，帮你把控音色，都会有这个。我就问那个老师，我说我那个什么，我配音能行吗？这个剧？他说你配可以，没问题啊。我说但是我普通话不行啊。他说普通话没事，普通话可以练，但是你是属于什么？你知道每个字的正音怎么念，但是就是你的嘴皮子跟不上，所以你练嘴皮子就好了，练这个口腔操，就用嘴去做操什么的，就这种练口腔操。我说那我有没有机会说当一个配音演员呢？他说你干这玩意儿干嘛？戏就完了呗，何必过来抢我们饭碗？那您倒没说啊，您倒没说。当然他就说他说你可以配音，我觉得你的音色还挺特别的啊，你的音色还挺特别的。我觉得我突然听完之后，就突然将他给我来了一个什么呢？给我来了一个强心针，我就觉得以后我可以接点配音的活，对吧？那我可能配的不好，但我慢慢配呗，对吧？我多挣一份钱。也有助于我台词的进步，这样我又能再学东西，然后呢又能赚钱，那不绝了吗？所以呢，我现在正式跟大家说啊，朋友们，我现在呢也接这个配音的活，虽然配的不好，但是可以便宜点。表演啥呀？表演呢？哦，你怎么跟我二姨似的？说如果谷歌又能录 OST， 我还能给人配音，我再接这么个活，我那个法拉利马上就来了，用不了多久，我的法拉利就买了，是不是啊，朋友们？我这活干的呀，是不是？我感觉是行，有动画片配吗？现在就是没有啊，因为没有人找我配动画片。我觉得如果有动画片的话，找我配一个是行的。比如像什么呢啊？我那天想了一下，我是真想了，不是说在你们在这个直播间跟你们胡乐乐，我是真的思考了。我在想会不会有，就是比如说，可能演员很少会找我配音啊。比如说你说哪个演员拍完戏说找刘宇宁去配，那也是有点疯了，那也不太可能啊。再一个他面子也挂不住，就是他不可能找我，不能找我刘宇宁。但是我想说的什么呢？就是像那种的。比如像什么呢？比如像那种有一些，比如说现在刚才说了一些小说改编成影视剧，但也有小说改编成动漫的，对吧？是不是啊？比如说改编说有一些说小说也好，或者动漫，或者是以前的动漫，就是以前的那种漫画改编成动漫的，啊，我也可以去给那些角色配音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比如像那种漫画，改编成那种动画片那种动漫那种感觉的动画的，我可以去给那些里边人物去配个音吗？是不是？比如像那个什么，像当然我随便讲啊，我没有说我厉害。我首先我一定要强调一点啊，千万不要认为我觉得我厉害，只是我觉得这件事很好玩，我很想去做，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可以练，又不白练，又得给我钱。天下还有这种好事。在微博，我叫摩登兄弟刘宇宁，下一次直播我带你研究。